海老头，你明明就收了我6万元，我给你的是现金啊，是我存了很久的私房钱，你收我钱的时候说了会劝服海童的，结果你没有做到，我儿子还是和海玲离婚了，麻烦你爽快的退钱给我，否则我就报警了。周母见海老头不认账，气得脸色铁青。海老头冷着脸说道：你要报警就报警呗，我还怕你们报警呢。别说我没有收到你的钱，就算收了又怎样？这是你补给我们家的彩礼钱。我们家孙女儿嫁给你儿子的时候，1分钱彩礼没有，你补给我们几万块彩礼钱，还便宜了你们亲家。你也是有女儿的呀，你女儿嫁人的时候，你们肯1分彩礼钱都不要，白送个女儿给你女婿家吗？周母气恨的道：什么彩礼钱？你养过海玲吗？你有什么资格收彩礼钱？他们都离婚了，我是傻了才会补彩礼钱给你们，赶紧的退钱，没钱啊，命就有一条，你敢要就拿走。海老头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，让周母气得想扑过去撕了他。周红英忙拉住母亲：妈，你别碰他，他一把年纪了。哎，往地上一躺，咱们吃不完兜着走。哎呀，老头子，我觉得好难受，我快喘不过气来了。他们在这里大吵大闹，影响到我了，我要死了。病床上的海老太忽然一副很难受的样子，捂着胸口粗喘着气。海老头呢，马上就按响床头的按铃，通知医生护士过来，然后冲着周母3个人恶狠狠的道：要是我老婆被你们气得有个好歹啊，接下来她的医药费你们负责。她分明就是装的。周红英拉着母亲，扯着丈夫往病房门口退去，嘴上骂道：你不还钱，我们还会过来的。还什么钱？没钱，要钱你们找海玲姐妹俩要去。那周母还想骂人，这医生和护士已经赶来了，他们赶紧撤，怕跑得慢一点了。真被抓住负责海老太的医药费。从医院里出来，周母不停地骂道：那个死老头明明收了我的钱，还死不承认，黑我的钱，给他买药吃，给他买棺材。妈，你也是的呀，找他们帮忙也别给钱呀。海玲和他老家的人是什么关系呢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你还给他们钱，那钱进了他们口袋，哪里还能要回来？我这不是一时着急，想挽留海玲，保住那100多万吗？周母老泪纵横，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啊？别人家的儿子离婚，房子车子存款都是他们的，到了我儿子离婚，什么都要分一半。任辉烦躁地抽着烟，他说道：妈，你给他们的那几万钱快是拿不回来的了，他们一家子都是极品，人又多，2个老的又是一把年纪，那个老太婆随便说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，就能赖到我们头上，这种人惹上了很麻烦的。周母抹了一把泪，恨恨地道：都是海玲，她太狠了。红英，走，我们去找海玲算账去，就红林知道她在哪家公司上班的，我们就去她公司门口等着。任辉一听说要去找海玲，就说道：你们母女俩去吧，我不去了。海玲和红林都离婚了，就算你们找到她，还能拿她怎么样呀？从海玲威胁小舅子离婚，平分了财产，砸了房子的装修，任辉就知道海玲不会再对周家人手下留情的，再去找海玲闹，只会自己丢脸。不用你去，我和我妈过去就能摆平她。周红英觉得母女俩联手还是能摆平海玲的，于是呢，任辉自己打车回酒店，周红英打电话问过弟弟，知道海玲在陆氏集团上班后，就开车载着母亲直奔陆氏集团，在陆氏集团门口蹲守。数辆豪车由远而来，越过了管城中学正门口，然后在海童的书店门口停下来。就在隔壁郑书那里闲聊的老太太一扭头，看到那几辆豪车后，赶紧转过头去，还刻意的低垂着头，怕从那几辆车上下来的人看到他老人家。海童，哎，海童！商小飞一下车，边叫喊着海童的名字，边往店里小跑而入，压根儿就没有留意到坐在隔壁店门口聊天的老太太。后面下车的商先生扶着那哭成个泪人的妻子，跟在女儿的身后进店。蓝晶则是吩咐保镖们在门口守着，他才转身进店。
海童手上那只展翅雄鹰才编织了1/3，听到商小飞的叫喊声，他停止手上的动作，抬头看向商小飞。小飞，你来了，你吃过饭了吗？没有的话。看到被商先生扶着进来的商太太，见商太太满脸是泪，海童明白过来，商太太拿到了 DNA 鉴定结果。哦，那看商太太的表情，不用问也知道她和商太太是有血缘关系的。彤彤，商太太快步上前，绕入收银台里，一把将海童搂入怀里，哭喊着：“你们让姨妈好找呀！”她再也说不出其他话，只知道搂着海童哭。海童想安慰一下她，发觉自己此刻也说不出话来啊！我那可怜的妹妹啊！商太太想到妹妹早已离世，又是一阵嚎哭。海童陪着她流泪。这沈小军抱着洋洋和梁姨站在不远处看着，洋洋一脸不知所措，就商小飞和他嫂子眼圈也红红的。商先生上前去把妻子拉开，柔声安慰着：“别哭了，找回了外甥女，这是好事，我们该高兴才对，别老是哭。”商太太被丈夫扶着坐下来，想到妹妹的遭遇，想到2个外甥女的遭遇，她心疼的直捶自己的心口。我找他们找得太迟了，找得太迟了，我要是早点找到他们。妈！商小飞忙阻止母亲捶打心口，海童也伸手去按住商太太的手。在众人的安慰下，商太太很久才停止哭泣，她紧紧地拉着海童的手，生怕自己松手，好不容易找回来的外甥女就不见了。海童的情绪也平稳了，他问：“鉴定结果拿到了，在这里啊。”蓝鲸连忙从自己的包里拿出那份 DNA 鉴定结果。当时一拿到结果，看到2个人是有血缘关系的，商太太一下子就晕了。那商先生父女俩顾着商太太，只有蓝鲸记得把这份结果拿回来。蓝鲸把鉴定结果递给海童，海童接过来看。他看过结果后，沉默了好一会儿，才把那份结果放在桌面上。海童，你是我的外甥女，叫我姨妈吧。此生无缘与妹妹再相见，但还能找回2个外甥女，对商太太来说也是一种安慰。她拉着海童的手，让海童改口叫她姨妈。海玲呢？还有洋洋呢？商太太还记得另一个外甥女。我姐中午不回来，傍晚5点半下班后才会回来。海童解释了一句，看向沈小军，沈小军抱着洋洋过来，海童从好友手里抱过了外甥。阿姨，海童才开口，商太太就说到：“彤彤叫姨妈，姨妈做梦都想找到你们，好不容易找到了你们，你别姨妈生疏。”那海童默了默后，改口叫了姨妈。DNA 鉴定结果都出来了，证明他和商太太是有血缘关系，商太太就是他的姨妈，就是太戏剧性。商太太听他改口叫姨妈了，眼圈又红。商小飞忙道：“妈，你别再哭了，洋洋在这里，你哭把洋洋吓到了。”那沈小军和梁姨给大家倒来了水，拿了水果。商太太想抱过洋洋，洋洋不要她抱，扭身就紧搂着海童的脖子。洋洋，我是姨婆。商太太起身哄着洋洋，来，姨婆抱抱，好吗？洋洋挥手推开她的手，嘴里叫喊着：“不要，不要，我要小姨。”商太太见洋洋反应激烈，只得作罢，想到洋洋的遭遇啊，他又狠狠的道：“那一家子人渣把洋洋吓成这样，我不会善罢甘休的。”大外甥女和姓周的既然离了婚，她和海家姐妹的关系又得到了证实。商太太觉得她要是不做点什么，就对不起九泉之下的妹妹了。还有海家那一家子极品，在她妹妹死后，竟然瓜分了那么多的赔偿款，还霸占妹妹留下来的房产，赶走她的2个外甥女。多年来啊，就那一大家人是怎么对2个外甥女的，一笔笔的账，她都要跟那些人清算。洋洋这几天好了很多，身上的青紫都消了。刚开始那2天，就只有我和我姐抱着，连站印都不要。洋洋那么小，受那么大的惊吓，会哭闹不休，不肯再跟其他人是正常的，慢慢会好的。商太太抱不到洋洋，也不灰心啊，她就轻轻地摸着洋洋的头。被小姨抱着，洋洋倒是大方的让商太太摸她的头。彤彤，
你姐和姓周的离婚没有吃亏吧？小飞说了让你们有困难找他的，你们都没有给他打过电话。商太太关切地问着，想着要是大外甥女吃了亏，他就带人去找周家讨回来。商小飞插话进来，抱怨的道：就是我反复说需要帮忙时就找我吧，我一定会帮你们的，结果你们带一班人去拆屋都不叫上我。他是事后才知道自己错过了那么精彩的好戏。他抱怨沈小军和海童。沈小军说提醒过海童，是海童考虑到她是大小姐出身，不想让她看到那种粗暴的场面。商小飞她是大小姐出身没有错，但她是商小飞啊，她商小飞在管城上流社会的名声都不好听的，别人都说她蛮横无理，不尽理的人，怕什么粗暴场面？遇着她心情不好时呢，她也会制造这种粗暴场面呢。该她得的呀，我姐都分到了，就是装修费周家不肯退还，所以我姐才叫我帮她找人去把装修都砸了。商太太赞赏的道：就该如此，凭什么便宜周家？末了又遗憾的道：姨妈要是知道姨妈身为你们的娘家长辈，带着一班人去替你姐讨装修费，那是名正言顺。海童忽然觉得商小飞的性格就完全是遗传了他母亲的。彤彤，等会儿你关了店门跟我们回家，我们一家人一起吃顿饭。哎，对了，你先生有空吗？叫上他一起。海童说道：我先生今天出差了，可能要过段时间才能回来，等他回来我再带他去拜访姨妈。他出差了呀，那只能等他出差回来了再见一见了。商太太对于不能第一时间见到外甥女婿倒是不在意，她重点是在2个外甥女身上啊。现在她找回了外甥女，外甥女就有她这个姨妈撑腰，正好给海童撑撑眼，看看外甥女婿靠不靠谱。你姐5点半下班是吧？商太太看了看时间，你姐在哪家公司上班？陆氏集团。商太太嗯了一声，说道：陆氏集团上升的空间很大。陆东明是个经商天才，不靠着家族庇护自己打出来的江山，现在他已经身家100亿，他那些兄弟要是只继续家族分的财产，都不如他有钱。陆东明自己闯出来的一片天，商太太欣赏这种靠着自己爬起来的青年才俊。等会儿我们就去陆氏集团等你姐下班，然后一起去姨妈家里吃饭，我打电话叫你2个表哥回来吃饭。说着呢，商太太就对儿媳妇说：阿晶，你跟吴痕说一声，让他推掉今晚的应酬，回来吃饭。好啊。对了，彤彤，这个是你大表嫂兰晶，是兰家的3小姐。商太太忘记向外甥女介绍家人了。商小飞比海童大1岁，成了海童的表姐。海童一一的向刚找回的亲人问好。姨丈商先生很温和，大表嫂性格豪爽，和商小飞颇为相似，也怨不得这姑嫂俩合得来，脾性差不多的人嘛。商太太又拉着海童的手问起妹妹的事情。对于妹妹死后，妹妹的养父母家也拿走了40万的死亡赔偿金。商太太虽觉得那家人也狠得下心肠，却没有特别的生气。怎么说，那家人都养大了他的妹妹，40万就当是买断了他们和他妹妹的情分吧。你爸妈建起的房子现在是你爷爷奶奶住着，是他们住着，他们说他们100年归天后，房子就给我2堂哥继承，说什么我和我姐是女孩子，没有资格继承家产。很多老一辈人都有这样的思想，觉得财产都是留给儿孙的，女儿养大了要嫁人，就成了别人家的，不让女儿继承家产。没有儿子的家庭，村里同宗族的人都会盯着他们家的家产，等着吃绝户啊。很多人不愿意自己奋斗来的家业被外姓人继承了，所以拼命都想生个儿子。哎，你2堂哥是不是海志文？商太太对海志文有印象，主要是他曾在自家分公司当高管，年收入100万，从他这里领着高薪，却还要欺负他的外甥女，意欲继承他妹妹的房产。商太太对海志文的印象一下子加深了，回头得让大儿子往死里打压海志文，让他连上街乞讨都困难。是他，我爷爷奶奶最疼他了，
觉得她在一般孙儿女中最为出息，所以擅自做主，让她兼挑我们3房，好让她继承我父母留下来的房产。年后，我和我姐准备腾出时间回去，要回我爸妈留下来的房子，卖掉都不会给他们。那又是一场官司。现在离过年不远了啊，加上姐姐刚离婚，海彤才没有行动。他父母留下的房产是90年代初期建的，其实不值什么钱了，但那地皮值钱呀。他家的宅基地有好几百平方的，他父母活着时跟别人换了很多地，一点点的把宅基地凑在一起，才会有几百平方大。记得妈妈跟她姐妹俩说过，让他们长大后有能力了，就把宅基地一分为2，给她姐妹俩建房子，姐妹俩挨着住，能够相互照顾，相互扶扶，简直就是欺人太甚。我妹妹的财产，我外甥女不能继承，当侄儿的就有资格继承了。彤彤，你放心，有姨妈在，姨妈一定会帮你们讨回你爸妈留下来的房产。对了，你们家房子有房产证的吗？只有一本红色的本是土地使用证，那本证在我姐那里保管着。我姐聪明，当年我们被赶出来时，我姐去偷了我们的户口本和土地使用证。她当年才10岁啊，就不懂得这些。突然间失去双亲，她都不知所措，只知道哭，幸好有姐姐在。因为微博热搜的是商太太早就知道海彤姐妹俩与老家人的矛盾，但听着海彤说起当年，商太太还是阵阵的心痛，又气愤不已。想想姐妹俩，一个15岁，一个10岁，面对豺狼般的亲戚，他们无力守住父母的赔偿款，也守不住父母留下来的家产，只能在外面漂泊，相依为命。商太太从女儿嘴里得知海彤是闪婚的，据说是为了让姐姐放心，海彤才会闪婚，从而搬出姐姐的家。别人不能理解海彤的做法，商太太能理解。姐妹俩相依为命10几年，海玲当姐姐的已经习惯了护着妹妹，就算妹妹长大成人，有赚超能力，可以自己租房住的，但是海玲是不会放心的，总觉得妹妹在自己身边，她才能放心。除非妹妹嫁了人，有别人代替她爱护妹妹了，她才能放心。这就是海彤闪婚的真正原因啊。体会不到姐妹俩之间那种相依为命，谁也离不了谁的感情，就无法理解海彤为什么要以闪婚作为代价搬离姐姐的家。有证在你们手里，这就更好办了。商太太拍着海彤的手，放心，姨妈一定会帮你们讨回公道的。姨妈，我和我姐也能要回我爸妈留下来的房子，他父母留下来的家产，爷爷奶奶要分也分不走全部。总之，他们想完全霸占房子，那是不可能的。那原本呢，姐妹俩想等爷爷奶奶死了，他们再回老家收回房子的，没想到老家那般极品，先来找事情。那就提前打官司了。姨妈知道你们姐妹俩不是那种任由人欺负的性子，姨妈是替我的妹妹讨个公道。海彤便不说话了。姨生俩说了一下午的话。傍晚5点，商太太坚持要跟着海彤一起去陆氏集团接海玲，海彤只能由着她呀。于是海彤开着车，载着洋洋，带着商太太一行人浩浩荡荡的去陆氏集团。那沈小军和梁姨呢，就没有跟着去。车行到半路呢，海彤忽然记起了老太太。貌似1个下午吧，都没有看到奶奶呢。海彤连忙打电话给老太太，等老太太接电话了，海彤问道：“奶奶，你下午去哪里了呀？”我就随便逛逛吧，要下班回家了吗？我现在就坐车回去。其实呢，老太太一直待在郑叔的店里，不敢露面，怕被商太太看到。奶奶，我和商太太的 DNA 鉴定结果出来了，我们是有血缘关系的。我姨妈要我和我姐去她家里吃饭，现在我带着洋洋去接我姐下班，你和梁姨先回家。真的，彤彤，恭喜你找回了姨妈。老太太先向海彤道喜，又说道：“你不用担心我和阿良，我让奕晨下班后来接我们，你在你姨妈家里多待一会儿。你姨妈找你们找了几10年，也很不容易哈。”
就算留在你姨妈家里过夜都没问题，你跟奶奶说一声就行。海童笑道：行，我要是留在我姨妈家里过夜，就跟奶奶说一声。结束通话后，海童自言自语：哦，怪不得一个下午不见人，又跑出去玩了。老小孩越老就越像个小孩子。那一边的海玲收到了妹妹发来的信息，知道他们俩和商太太是医生关系了，而且妹妹和商太太一起来接她下班，海玲特别高兴，飞快地把手里的事情处理好。下班时间一到，她就拿起车钥匙，抄起手机，把手机塞回裤兜里，匆匆地离开办公室。一路上来，大家看她都眼神怪异，海玲也习惯了。今天呢，她心情好啊，也不想和同事们计较太多。到了摩托车停放的车棚，找到自己的车，海玲把车子推出来，觉得车子特别的沉，她推着很吃力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她把车推出来后，看向车轮，发现车后轮胎扁扁的。哎，这是车胎没气了。哦，怪不得她推着觉得车子特别的沉。早上骑着车来上班都好好的，现在变成这样，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扎到了车胎漏气了。好在妹妹过来接她下班。海玲吃力地推着没有气的摩托车走出公司。海玲，一声暴喝传来，海玲都不用看对方就知道是谁。哇，那声音她太熟悉了。是周红英，她那个极品前大姑姐。周母带着女儿找到陆氏集团，但海玲中午没有回家吃饭，她的午餐是在公司的食堂解决的。之后就在办公室里趴在办公桌上睡了一会儿，下午继续上班，根本就没有离开过公司。母女俩呢，只能在公司门口蹲守，一蹲就是一下午。早就蹲得火大的了，好不容易看到海玲出来，周红英的怒火被推到了最高点，顾不得进进出出那么多人，一声暴喝引来无数人的侧视，好事者本能的停下来看热闹。这个海玲虽说只是财务部小小的一名文员，但人家是陆总亲自录取，那在公司里那是出了名的。哇，财务部的总监都担心自己的位置不稳呢。听说海玲以前也干过财务总监啊。哎，他的上司不就防着他吗？再加上海玲又是陆总亲自录取的，海玲的上司就更防着他了。可以说把海玲视为眼中钉，不能明着把海玲赶走，就暗中耍手段。听财务部的人说，海玲被上司挖了几次坑他的，亏得他以前也是干这一行的，有经验，才成功的避开了上司挖的坑，没有被坑到。你们来做什么？海玲停下来，也不得不停下。钱婆婆和钱大姑姐都挡在她的前面，不让她推着车走。我们来做什么？你要问问你做了什么？你把我弟弟的家都砸了，赔钱！你不赔我们的装修费，等着被我们起诉吧。周红英尖声嚷嚷着，见很多人停下来围观呢，她故意大声宣扬海玲做过的事，说道：你们公司的这个人，对，她叫海玲，我的前弟媳。她太狠了，婚后1分钱都没有赚到，离婚还威胁我弟弟分给她100多万。你们见过这么贪心、这么狠的女人吗？还有，房子是我弟婚前买的，离婚后她竟然带着一班人去把我弟的房子都砸了。你们说她是不是太狠？她这样恶毒的女人，离了我弟弟就不会有人再要的了。海玲冷冷地看着钱大姑姐颠倒黑白，等周红英嚷嚷完了，她冷冷地道：是我婚后没有上班，没有赚到1分钱，但我为那个小家付出了不少。我给周红林生儿育女，照顾家庭，她在明知道我没有收入的情况下，要与我 AA 制，给儿子买奶粉的钱都只肯出一半，却给外面的狐狸精买几万元一条的项链，10几万元一只的包包。这样的男人，我不离了还留着过年啊？只要是婚后财产啊，我就有资格分走1半的财产，我那是合法所得。我狠，也是你们逼出来的。房子是周红林婚前给的首付没有错，但装修费花了40几万，全都是我掏的，你们不肯退还我装修费，我就把装修砸了，都不便宜你们啊，告我，去告呀！
你们不去告啊，就是小狗。他们一开始听着周红英说的话，都觉得周红英说的不地道。难道女人嫁了人就要给婆家当免费保姆？哇，离婚分割婚内的共同财产不是很正常的吗？听了海玲的反驳后，他们虽然是想看海玲的好戏，却又不由自主地站在海玲的这一边。我花钱装修的房子拿不回装修费，砸了装修很正常呀，就是不便宜男方家咋的？大家看看他这恶心的嘴脸，我觉得你的嘴脸才恶心啊，你不是女人了。你和你老公离婚的话，你是不是就什么都不争取？有人忍不住反驳着周红英，就是了，自己也是女人，还好意思那样说海玲啊？海玲做得非常对啊，海玲，我们站你。有这么极品的大姑姐，别说男人出轨了，就算不出轨，也要离这些极品远远的。大家纷纷指责着周红英，气得周红英的脸一阵红一阵白的，觉得是海玲害得她丢脸的。她忽地用力的一推海玲扶着的摩托车，车胎本来就没气了，海玲推着车都觉得吃力。周红英突然一推，海玲扶不稳车子，连人带车都倒在地上。退钱，你爷爷收了我妈的钱不认账，爷爷的债孙女含，你退钱给我妈。周红英推的海玲连人带车倒在地上还不解气，还抡起她一直挽着的包，拼命地拍打着海玲，脚下也不停，发狠地踢着海玲。海玲汽车爬站起来，粗暴地抢夺过周红英的那只包，然后疯狂地拍打着周红英。她对周红英的怨恨积攒太深，本来离了婚与周家人没有关系了，她想忘掉恶心的周家人，过自己的日子。周红英却欺人太甚，无事生非，以为靠着够凶就可以颠倒黑白啊。上次海玲和周红英就干过一架，当时周红英输给了海玲，此刻两个人又打起来，周母自然是帮着女儿的，母女俩联手欺负海玲一个人。报警啊，快报警！有人叫喊着，保安，你们上前去拉架呀，这两个女人欺负人欺负到我们公司来了。有人催促着保安去拉架，保安们当即就一拥而上，想拉架。那周家母女俩却像两只疯狗，谁拉他们，他们就咬谁。拉架的保安都被母女俩又抓又咬又踢的，而海玲刚被保安拉开，就被周红英趁机踢了一脚。就海玲连同拉开她的保安都跌倒在地上，海玲还压在保安身上。保安大哥粗喘一口气，压死她了。有几个女人上前去拉扶起海玲，海玲甩开他们，像一头发怒的狮子冲向周红英。这两个人又扭打成一团，怎么回事啊？陆东明一出办公大楼，就发现很多职员围在公司门口，他当即走出来。没想到是3个女人打架。他大声呵斥的时候，海玲已经把周红英压倒在地上，骑在周红英的身上，不停地掐着周红英，痛得周红英发出杀猪般的叫喊声。周母则对海玲又拉又撤又打的，想解救她的女儿。这陆东明大步上前，一拉一撤一提，周母就被他提起放到了一边去。然后他阻止了海玲再暴虐周红英，并把海玲自周红英身上拉开。陆东明黑着脸问道：怎么回事啊？周红英自地上爬起来，还想扑向海玲，被陆东明一手就推开。他往后退了几步才站稳。定神一看，见到一个高大的男人，黑着一张脸护在了海玲的面前。那男人脸上的那条刀疤特别的可怕，多看2眼晚上睡觉都会做噩梦。周红英被镇住，不敢再扑向海玲。周母赶紧回到女儿的身边，母女俩都显得狼狈万分。当然了，海玲也没有好到哪里去。那拉架的几个保安以及那几名女职员也有点狼狈，他们没想到这3个女人打架那么疯狂，拉都拉不开。你是谁呀？周红英喘了几口粗气后质问着陆东明：我是这家公司的老板，你们又是谁啊？跑到我公司来欺负我的员工。陆东明又扭头看看海玲的狼狈样，海玲的头发散乱，身上满是泥尘，那是和周红英扭打在地上弄到的，手背上、脖子上
脸上都是抓痕，有些抓痕还渗出了血丝。报警！陆东明吩咐着跟出来的秘书。陆总，已经报警了。听说陆东明是公司的老板，那周家母女俩有点气短了。不过呀，周红英还是嘴硬地道：“你是海玲的老板，那正好，我跟你说道，你来评评理。海玲的爷爷勒索了我妈的6万元，哇，不肯归还，我们是不是该找海玲讨回来？海玲和我弟离婚，分割财产就算了，凭什么砸了我弟婚前买的房子的装修啊？”陆东明蹙眉说道：“海玲的爷爷勒索了你们的钱，你们讨不回来，报警便是，关海玲什么事？海玲和她老家的亲戚是什么情况？上过热搜的你们不知道？我不关注热搜的人都知道呢。你们真不该找海玲讨回钱，那与海玲无关。”陆东明驳了周红英后，又问海玲：“你真砸了他们房子的装修？”海玲恨恨地道：“那是我花钱装修的，我婚前存到的钱40几万，全花在那套房子上，离婚不给我分房子，不退我装修费，我就把装修砸了，也不便宜他们。”陆东明就点点头：“没错呀。”他冷冷地扫着周家母女，冷冷地道：“你们俩还真是够无耻的，明明是你们的错，也好意思来找海玲闹，还在我公司门口打人，欺我陆氏集团无人是吧？”他又对保安们说道：“下次他们再来我们公司门口打人，你们不用客气，把他们教训一顿，再送到派出所去，我要告他们聚众斗殴，殴打我公司员工。海玲，等会儿你就去医院验伤，然后告他们故意伤害罪，让他们赔钱。”那周母说道：“他也打了我们，看把我女儿打成什么样子了吧？那么肥，那么重，骑在我女儿身上，把我女儿都压坏了。是他们先动手的，海玲是自我防卫，正当防卫。谁说是我们先动手的？你们和他是同事啊，歪曲事实，偏帮他。”那周红英死不承认是自己动手的。陆东明冷冷地道：“不用吵，我公司门口装了好几个监控的呀，360度无死角，等派出所的人来了，一看监控就知道谁先动的手。”周母小声地对女儿说道：“红英，我们跑吧。”周红英也怕被派出所带走，嗯了一声。母女俩想跑，派出所的人来了，拦住他们啊！陆东明看母女俩想跑，一声令下，大家就一窝蜂涌上前去，把周家母女俩拦住。“陆总，是你们报的警吗？怎么回事啊？好生热闹的样子啊！”派出所的人都认识陆东明，主要是这位陆家四爷以前混过江湖呀，改邪归正后就老老实实的经商，短短几年时间，就让陆氏集团成了管城的几大集团之一，身家达到100亿。在这一片区呢，没有人不知道陆东明的，应该说在管城商界啊，就没有人不知道陆东明的。他们跑到我这里来报答我公司的员工，把我公司的员工打成了这般。陆东明把海玲拉出来，让派出所的人看看海玲的狼狈样。女人打架，他们看看海玲的狼狈样，又看看周家母女俩。周母还好一点，她年纪大了，海玲除了推开她，不怎么对她下手。她都是带着周红英下手的，所以周红英比她惨多了。一看呀，就知道谁输谁赢。不过派出所的人呢，不管谁输谁赢，只管谁有理无理。警察同志，我们是家事家庭纠纷，她是我弟媳妇，我们因为家庭琐事闹了点矛盾的。周红英赶紧解释，她要是被拘留传回到单位里，她的工作都保不住啊。就虽说她在单位不太顺了，她还是很在乎自己的工作的，舍不得丢掉工作。我是她婆婆，我们真的是家庭矛盾，我们就闹了点小矛盾，动了动手。警察同志，请你们一定要相信我们。周母这个时候也怂了，怕死被派出所带走，进城准备过年，结果却在派出所吃免费年夜饭，传回老家去，她老脸都没有地方搁放了。我已经离婚了，他们和我没有半点关系了。海玲冷冷地道，并把闹矛盾的事情说了出来。有那么多的人证以及监控，派出所的人看过监控，听了大家的证词后，觉得那对母女俩简直就是毫无人性。
刷新了他们对人性的认知。哎，婚都离了，还要跑来闹事，自己吃亏损失了几万元，也好意思算到前儿媳妇头上来。那个当大姑姐的更是奇葩啊，就颠倒黑白的本事一流。这个被打的女人离婚离得迟了，早就该离婚，离开这样的极品婆婆和大姑姐。哎，这个时候几辆车缓缓而来，由于公司门口围着太多人，他们无法开车近前，只得远远地停了车。那是海童和尚太太一行人。看到还停有一辆警车，海童莫名就觉得心神不宁，赶紧抱着洋洋小跑上前。怎么回事啊？还要警车啊？商先生皱着眉，他本不想上前的，但见妻女和儿媳妇都跟着海童走，他便带着保镖团护送着妻女挤进了人群里。